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血管堵塞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，是日积月累的。如果血管堵塞，就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，比如血栓、脑梗、中风等。所以预防血管堵塞很重要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就是上下抓手，先保持站立的姿势，两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全身放松，双手握拳放在胸前，然后将手臂向前伸直，食指张开，收回手臂握拳，再向上伸直，食指张开，这样反复练习5到10分钟，每天做2到3次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改善脑供血，每天坚持做一做。可以预防血管堵塞，降低脑梗发生的几率，也很适合每天保养身体做哦。那血管堵塞不是小事儿，所以要多保养血管。除了多运动锻炼外，饮食也很重要，要清淡饮食，少吃油腻刺激性的食物，或者常吃一些通血管的食物。木子给大家推荐黄虎桥。黄虎桥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黄酮类化合物，可以软化血管，增强血管弹性，帮助疏通血管，对预防脑梗也有帮助。早上一起床，天旋地转，头昏脑胀，浑身没劲儿，你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。那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该怎么应对呢？不妨跟木子来学一个动作吧，或许能够帮助到你哦。动作很简单，双手手臂弯曲在胸前，食指交叉，这样扣住，然后两手快速的向前伸直，伸直的时候头也跟着往下低，在2个手臂的中间，这样反复的做3分钟。那这个动作能够促进大脑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很好的效果。那脑供血不足的朋友还要记住，不要长时间的坐着，或者长期低头工作，没事多运动运动，有助改善血液循环。腿抽筋在生活中很常见，不过最常见的就是睡觉时腿抽筋，有时候被疼醒真的是很难受。那有的人认为腿抽筋是缺钙了，其实除了缺钙，还可能和2个因素有关。第一个，腿受凉。很多人睡觉愿意踢被子，如果小腿受到寒冷的刺激，就会出现腿抽筋的情况。第二个，雌激素下降，很多女性体内雌激素下降，会导致体内钙质流失，这样就容易出现经常抽筋的情况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缓解腿抽筋的方法，可以将抽筋的那条腿伸直，然后用手握住脚，将腿的踝关节向外旋转，如果是左腿就逆时针转，右腿就顺时针，这样连续的旋转一会儿，疼痛就会有所缓解。大家转的时候要记自己最大的限度旋转就可以了。冬天到了，胃不好的小伙伴如果想要养胃，除了要注意保暖、注意饮食外，还可以敲敲自己腿上的养胃区哦。这个养胃区就是足三里了，足三里在小腿外侧，外线下3寸，那用手指量的话，大约4个手指宽的位置。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的主要穴位之一，也被称为长寿穴，有调理脾胃、补中益气、通经活络的作用。那按摩时，我们可以将手握成拳，然后用指关节敲打足三里，敲打力度大一些，要感觉有酸胀感，每次敲打5分钟。那经常这样敲打可以促进消化，减轻肠胃负担，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哦。以前的人都喜欢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但现在很多人喜欢上了熬夜。有的人认为熬一宿才算熬夜，其实不是的。那你知道几点开始就算熬夜了吗？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其实这个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判定的，但是最晚也不要超过晚上11点睡觉，因为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段时间是人体排毒的时候，如果熬夜的话，身体得不到充分休息，会影响排毒，这就对健康不利了。所以建议大家晚上赶紧放下手里的手机和其他的一些事情，最好让自己11点就进入深度睡眠，这样身体才能会更好哦。如果晚上睡好了，那么整个人都精神气爽的。如果睡不好呢，那人也会没有精神，各种难受，而且对身体健康也不好。那我们平时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入睡呢？今天木子就给大家推荐2种助眠食物。第一种莲子，
莲子的味道有些苦，但是呢很清香。莲子中含有的莲子碱、芳香苷等营养成分，具有镇定安神的作用。那在睡前喝一杯莲子羹，有助睡眠，提高睡眠质量。第二种，百合。百合不仅好看，也有很好的药用价值。百合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具有宁心安神、润肺止咳的效果。那用百合泡水喝，或者是熬汤喝，对促进睡眠也有帮助哦。那经常失眠的人，希望这两种食物能够帮助到你哦。睡觉是生活中呢很重要的事情，但是很多人却总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那可能呢是我们忽略了一些小的细节，比如呢床头放了3样东西，就可能会影响睡眠，而且对健康也不利哦。第一样，绿色的植物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到了晚上，绿色植物会吸入氧气，但释放的是二氧化碳。那放在床头容易让人缺氧，不能够进入深度睡眠，从而呢影响睡眠质量。第二样，手机。很多人睡觉前玩手机，玩完呢就顺手的放在床头了。但是手机是有辐射的，那时间长了容易刺激大脑，也会影响到睡眠的质量，对身体健康也不好。第三样，毛绒玩具也是不适合放在床头的，因为毛绒玩具容易产生细菌和灰尘，那放在身边时间长了也会影响健康哦。说到腋毛，很多女性都觉得它非常难看，所以呢经常会刮掉。其实腋毛是有很大作用的，它可以帮助透气，还能够缓解皮肤的摩擦。但有些女性腋毛很多，而有些人却很少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或许和2个因素有关。第一个，遗传因素。如果是家族基因本来就是毛囊不发达，那么就可能不容易长腋毛。第二个，激素影响。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所以呢激素分泌的水平也不同。如果体内激素分泌旺盛，那么腋毛就可能会多一些。那相反，激素分泌少，腋毛就可能会稀少，有的甚至不长腋毛。所以女性朋友，当腋毛多的时候，不要感觉苦恼，也不要乱刮掉了。如果你有狐臭的话，还是可以刮掉。很多人胃不好，其实这可能是你平时不注意饮食和一些生活习惯引起的。那胃不好的人饭后会有2种表现，若你都没有，说明胃部还算健康。饭后腹部不适，如果吃完饭后感觉到有饱腹感、上腹部不适这种情况呢，还经常的出现，那就要注意胃部健康了。饭后不停的打嗝，如果吃东西太快了，可能会出现打嗝的情况，但如果不是吃东西太快，还经常出现打嗝的情况，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，那么也可能是胃部出现问题了。那胃不好该怎么办呢？可以常吃一种食物哦，那就是山药了。山药含有的营养很多，其中含有维生素、蛋白质以及淀粉酶，有保护胃黏膜、健脾养胃的作用。经常吃一些山药对胃部健康有帮助哦。很多人不喜欢吃蔬菜水果，那就挑一些重口味的东西吃，时间长了就出现了胃火旺、口臭的情况。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调理。不妨用下面这2种花泡水喝吧。第一种，茉莉花。茉莉花性质温和，能够帮助胃的消化和吸收，而且茉莉花口味甘醇，经常用它泡水喝，有很好的去口臭的效果。那胃火大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喝茉莉花茶来降火。第二种，菊花。菊花有很好的清肝明目、清热降火的功效。那胃火大的朋友经常用菊花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清胃热、清新口气。不过建议大家不要天天喝，不然容易引起胃部不适。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阳气，如果阳气不足，人就容易生病。所以不管男女都应该注意自己的阳气。下面3种食物容易损耗阳气，希望你尽量不要吃。第一种，冰凉食物。如果经常吃冰凉食物，寒气会进入身体，这时人就需要大量的阳气来抵抗寒气，这样阳气就会不断的被消耗，对阳气损伤很大。第二种，快餐。快餐快捷又方便，是很多人的首选。快餐的热量和脂肪都很大，如果经常吃，不仅会使人发胖，也会损耗阳气，所以要尽量少吃。第3种，海鲜。海鲜属于寒凉食物，比如螃蟹、生蚝等。寒凉食物吃多了也会损伤阳气，所以不管男女都应该少碰。很多人认为保养膝盖那是到老了才要关心的事情，
其实啊，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哦。当人过了30岁，膝盖呢就开始慢慢的衰老了。如果不好好保养，那么到老了很可能会出现关节疼痛、关节炎。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能够帮助保护膝盖哦。先找一把椅子，坐在椅子上，然后将左腿向前伸直，让脚后跟着地，右腿则伸直往上抬，抬到自己的最大高度。注意双腿呢要绷紧。坚持5秒，把右腿放下，再换抬左腿，这样每天轮流做5分钟左右。这样抬腿可以锻炼腿关节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膝关节疼痛有很好的效果。那每天坚持练，让你人老腿不老哦。得了，今天就唠这些吧。大家还想知道什么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下期见吧，拜拜。